川普跟美国的右派都认为说，他当总统接手的美国是一个衰败的国家，而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在衰退，这个国家债台高筑，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中国，特别在5G，在这个所谓的能源上面，跟中国无法比拼。如果美国再不认真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再不认真的去对付中国，他会失去霸权。他如果失去霸权，他就会失去一切。所以我们来看到了。川普的2025的国家安全战略，他的唐罗主义，他肃清他的拉丁美洲，特别是他把第一岛链特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，把台湾的地位给拉高，他把中国当成他最重要的敌人，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下开始进行。而中国经过30-40年的韬光养晦，他也觉得他有多大的野心，他有多大的实力，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都认为，你现在看到全世界的纷争，你看到所有的主旋律都跟美中争霸有关。而谈到美中争霸，我们今天邀请了台大教授明居正来参与我们的讨论。教授你好。主持人宝杰哥好，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教授，我们跟他谈就是说，现在主旋律大家都认为所有东西都跟美中的这个所谓的竞争有关系，而2025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很清楚的，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。所以呢，像委内瑞拉、像伊朗，都跟这个大战略有关系吗？那如果跟这个大战略有关系，有一个我不懂的是说，川普在就任之前，他讲，我不要介入别人的事务，我叫这个四扫门严选，我不要去介入战争。那为什么他又会去参与，包括像委内瑞拉，包括像伊朗这样的实际的战争行动呢？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呢，或者对一个决策者来说呢，有些事情呢，不是你主观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有时候你会被客观情境或客观的这个发展呢，逼你进入到一定这个困局当中。对，我觉得他现在就这么个情况。他在竞选的时候，当然希望说，我们美国不要管别人事情，我们好好过自己日就好了。但是，一进到白宫，发现听完简报说，我没办法过自己小日子，是这样子啊，不是，完全是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看，都不是说了吗？他明明觉得我在5G在什么地方都输人家，人家赶上来了，人家赶上来就算了。如果是一个友好国家赶上来，你最好生气，最多生气一下。但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家赶上的话，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，事与愿违，这个不能够把选举的这话呢太认真，因为他是感到危机感才做的。那很清楚，因为他其实上一届已经感到危机感，他不是现在。所以你问的问题说美中争霸，美中争霸，我们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里面呢，我们经常谈说，那大国争霸的本质是什么？对。就大国为什么争霸？就是他想打败另外一个国家吗？其实这个要谈到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还把另外一个观念引进来，叫国际秩序。大家都觉得这个观念很抽象，对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如果没有国际秩序的话，那天下大乱。简单说，比如战国时代100多年，每一年不是甲国打乙国，就乙国打丙国，那丙国打甲国，那甲国跟乙国联手打丙国，打了一半丙国跟乙国又联手起来会再打甲国，没有国际秩序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，或者没有一年是安宁的，那个叫没有国际秩序。一旦有国际秩序之后呢，大家日子就过得比较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要天下一统，不一定要一统，至少就是说大家对于现状还能接受。不会去破坏它，不会去打别人。那问题是问题是这个国际秩序怎么形成？一般来说，大概2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就是多个国家或者2-3个国家实力相当，你也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你。我们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说好，我们维持现状。那么大国秩序国际秩序因而被大国所维持，那这样就行了。就像在之前2战后的欧洲，对。或者说1战前的欧洲，也是一样，1战前的欧洲，二战后欧洲都差不多。1战前的欧洲呢是英法俄德奥伊，那么在拿破仑战争前后是英法俄普奥，也就多个国家呢，大家你也吃不了我，我也吃不了你，然后我们就维持一个紧张的平衡，那么就形成一套秩序，这是一种办法。第二种办法就是有一个国家非常强大到就是他推行他秩序之后，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因为他玩这套游戏的时候呢，第一我们过得下去，第二呢，好像他也不会太侵略别人，那么这个赚钱的能赚钱，生活能生活，然后日子能过，那也就过去了。所以只有2种秩序。那问题是大国争霸呢，就是
有新来的国家或逐渐强大的国家对于现存秩序不满意，那就是进入修昔底德陷阱，进入修昔底德斯陷阱。所以，当一个兴起的大国去挑战现存大国之后，就出现你刚讲的现象。当然，最坏就是战国，就是打得乱七八糟，多国在那打。所以，国际秩序两种形成方式。那现在就是我刚刚讲了，如果进入修斯底德斯陷阱，或进入另外一种情境，就是有人来挑战。为什么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呢？因为新兴的国家或者是逐渐强大国家认为现存的秩序对我不利，对我不利，克制我的发展啦，影响我国家啦，什么等等各方面，或者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像斯巴达跟雅典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，我想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那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：原来的这个强国或这一批国家希望维持着秩序，然后有人想挑战它，这样就出现了大国争霸。那现在就是大国争霸。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看近代史的话，挑战国际秩序呢，稍微远一点有拿破仑。拿破仑挑战那个时候的叫做旧秩序，当然他失败了。然后差不多欧洲号称说有100年和平，差不多100年之后呢，德国威廉二世起来挑战，所以引爆第4次世界大战。20多年打下去之后呢，曾经20多年，德国再度崛起，希特勒起来要挑战这个国际秩序，然后就打败。打败之后呢，基本上大家觉得好像过了几年好日子，就没想到没过多少年，苏联开始起来了。苏联开始起来要挑战这个秩序，而且苏联的挑战跟过去挑战不太一样。过去挑战就是我只是不喜欢这套国际秩序，但是呢，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价值观跟你们还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没有很大差别，还是基本生活，还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接受的。所以坦白说，如果被威廉二世打败的话，威廉二世打赢了，可能国际上没有太大变化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大家也还过得下去。但是被希特勒打败的话，那不一样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被苏联打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么美国花了46、7年时间把苏联扳倒了，扳倒之后，刚刚觉得可以过太平日子，然后有人说历史终结了，突然发现说，怎么中共崛起了？然后现在好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在我们不知不觉情况下，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情况下帮助它崛起。比如说进 WTO， 对，帮助中共进 WTO 呢，就是帮助中共崛起。所以现在呢，面临一个你刚刚讲说修斯底德斯陷阱、大国争霸一个情境。那么这是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，对。但是还有另外的角度，共产党的角度，共产党不是这样看的。历史命定。对，共产党从1847年马克思写完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到1848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呢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或者我们叫魔灵，在欧洲大地上游荡。我们对于现存的这个欧洲的秩序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满意，我们要打倒一切，推翻一切。那是阶级革命。我们不只是阶级革命，我要把整个这个社会跟社会制度跟它底下的这个经济方式全部改掉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挑战。用他们的话说，真的叫做革命。用我们今天标准来说，叫革命。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，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看是美中大国争霸。从共产党人角度来看，不是。这是历史决定的。我们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埋葬你们资本主义，埋葬你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。所以你把它叫做大国争霸也可以，叫做共产与民主的争霸也可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大国争霸可能跑不了了。现在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呢，大国争霸大概有2个问题我们得讨论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怎么去争霸法，怎么去改变这秩序。我们看见就是大概有一个比较突出案例，就是刚刚不是讲苏联争霸吗？对，苏联争霸呢，我们大家都以为最后爆发核子大战，因为我们年轻时候正想说，糟了，我不知道几岁时候会碰到核子大战，我们要不要为年轻做准备？1991年苏联崩溃了，没有爆发核子战争，我们恍如隔世。第2天我回学校去上课，我说没事了，咱们可以上课了，可以正常上课了，大家觉得很高兴。所以那是和平过渡，我们真的没有想到。但是过去很多次我们刚刚讲都是战争，战争，拿破仑时候是战争啊，威廉二世、希特勒都是战争啊。那现在
面临中共挑战，我们是战争还是和平？对，这我们现在不知道。可不管怎么刚刚讲的，它都会有一个竞争的过程。是，就我看到一本书叫做《大国的悲剧》，当你到某个程度，你不想争霸也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大国的这个命运。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种大国悲剧的一个开始，美中的争霸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必然，而且这个美中争霸已经影响到每个领域里面去。哦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去？他都会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会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，会有一个长期的争霸过程，不管是这种战争或是用冷战，它会有一个强烈的对峙关系。对，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状况？那简单说就是，如果说你看这个大国争霸呢，大概不管是甲国对乙国，乙国对甲国，方法都一样，就像照镜子一样。因为国际政治上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互相对敌的时候，我也看你在做什么。当你做的有效的时候，我会照抄。你看我做的有效的时候，你也会照抄。所以双方就像照镜子一样。那么也就是我会 copy 你做事情，你会 copy 我做事情，看谁最后做的比较快比较好。所以一般说起来，大国争霸一个过程呢，那坦白说，苏联那时候算是短的40几年，英法啦或什么等等，那个超过100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都说了，所以任何一个大国呢，大概是甲国跟乙国，乙国跟甲国叫互相竞争，大概不外乎2种办法，一种是自固，我们现在叫自强，中国古时候兵法叫自固，就自我强固或自我巩固。自我巩固大概有几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发展经济，以前农耕时代就我就鼓励农耕，那工商时代我就鼓励工商发展，所以发展经济。第二，改善财政，增加收入，减少支出什么等等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很简单，征兵，练兵。那你光有兵还不够啊，所以你要有武器。以前的武器比较简单，那现在武器就复杂多了。所以现在呢，要发展武器，大力建军，这是对内部分。还有一个对外的部分，我建立同盟。建立同盟或强化同盟，所以远交近攻。远交近攻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一个国家要自强呢，大概有这几种方式，对内跟对外的方式。那问题你看到对方了，他在做同样的事情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要削弱他，所以叫弱敌。要削弱敌方。第一呢，想办法削弱对方的经济力量。比如说春秋战国时代呢，引诱别人去挖运河，然后搞什么郑国渠，把国力全耗到上面去了。这是第一，这个削弱对方经济力量，或者是削弱对方财政力量，这2个是122的。第三呢，削弱对方的军队，或削弱对方的士气，有生力量。再来呢，就是破坏对方的团结。破坏君臣的团结，破坏文武之间团结，破坏军民之间团结，什么等等，其实有6个角度，今天我们就谈3个就好了。最后是破坏对方的同盟，我不在建同盟，对方也建同盟，我想要破坏对方同盟。对，所以我们这套方式呢，一方我们可以拿来看美中对抗，其实我们将来可以，我先预先说一下将来我们可以拿着标准看看中共怎么削弱我们。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是搞了2000多年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刚才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Leadership》，他觉得很多的政治里面 ，Leadership 是最重要，他很能决定很多东西。那现在中美大对抗里面，美国的 leader 是川普，可是大家很紧张啊，你是个商人，然后呢每天大家觉得你胡言乱语，然后会觉得说你今天或者是你性之所至，你可能的这个东西前言不对后语，大家会担心说，以美国这样子的一个 leader。我能够信任他吗？他是有目标、有策略，他做的事情是他想清楚的，还是他性之所至嘞？你如果每天看他呢，你会觉得他性之所至，然后你早上看完他说下午看了，你觉得他性之所至，因为他会变来变去。但如果说你长期看下，你发现他有一个脉络在那里，他是有脉络的。我先声明一下，因为这个话我已经讲过多次了，我要再说一次。我也不是川粉，也不是川黑，我也不想特别捧他，也不想特别批评他，我只想从国际关系学者角度呢去理解他，也就是要这么说吧，你喜欢川普也好，你不喜欢川普也好，你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，他是世界第1强国的领袖，对。他是美国总统，他是 POTUS， 这是你拿他没办法的。然后他有最强的军队，有非常强的经济实力，有非常强的科技等等。他手上还有手底还很聪明的智囊，一堆人在帮他。
所以你说美国要犯重大错误，坦白说一般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不说不会啊，发生过，但是不容易。所以你刚刚说，美国认定中共是最大挑战。美国认定中共是最大挑战，当然从05年开始已经慢慢认识到，可真正认得很清楚，还真是川普第一任期，2017到18的时候，就是差不多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呢，认清楚了。因为奥巴马当时其实已经认清，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回转，就是我现在要把战略转移到了这个西太平洋。对，可他什么都没做。感觉到没有什么做，是川普真的认真在做这些事情。他是看见问题了，但是可能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法，所以后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，发现说，或者是做的不够，或者说他没有做太多。川普上台第一任开始雷厉风行，干到现在，然后现在对我们来说，天天有惊奇，天天有惊吓，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也就是说，他手法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用刚才的指标来看啊。如果说川普也认为我卷在美中争霸当中，我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我要自强，自顾要自强。所以第一呢，我要改善财政，改善我的经济，怎么办呢？我征收对等关税，看起来是一个丑陋的一个办法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觉得我这个办法最快，最有效，因为我要把生产力弄回来。对，其实关键在生产力，我只有这一套，而且还就是我抽关税后，直接可以拿到很多这个真金白银呢。你们。不管对不对啊，他觉得你们都占我便宜占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我要捞回来，我要一次捞回来，大家觉得很难受。但是他这样干了，你能跟他说不吗？前2天我看到马来西亚说我要取消关税，我说啊，你敢这样做？过没中他做，没过几个小时，我又改回来了。所以还有人说啊，我们要跟美国重谈，别开玩笑了，现在各国都想抄台湾了，跟美国的关税协定，你还要重谈？对，你要谈到哪里去？你要抄中共那一份吗？别开玩笑了。所以这第一个。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，如果川普认为我要自顾的话呢，我要把流失的制造业拿回来，所以我用关税用各种办法把制造业逼回来，同时呢，我邀请外国的投资，所以你们投3500亿，你投5000亿，你投多少多少？对台湾人你要投多少？但我也对你投资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美国承诺，就是你来我这边投资，我也到你这边投资的国家哦。这是唯一的一个，大家别忘记哦。而且你知道，就因为就这个关税我们来讲，我们已经是它的战略核心了，这个地位是非常难得的。我觉得不只是战略核心，我的说法就是，我们用现在最尖端的科技，也就是高阶晶片，跟美国达成了或组成了战略同盟。这样讲更准确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旦到这地位的时候，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。很多人还这么讲啊，美国会放弃台湾，美国要把台湾推去打仗。你要么就是不懂，要么就是有意乱讲啊。我们将来慢慢的说这个，我们先回到这个题目来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要发展经济啊什么，自顾。今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呢，你要强大起来呢，你没有晶片是不行的，你没有半导体是不行的。台湾反正是阴错阳差吧，或者我们自己努力吧，我们打造了上下游俱全的非常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体系，这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，而且大家要 copy 呢，可能不是3-5年功夫给弄出来的。所以台湾上下游完整不说，台湾垄断了全世界最高阶晶片的90%以上，这全世界都知道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美国说那我没有台湾是不行的，但是呢，我要把台湾那边拿一部分过来，因为不拿过来呢，我不安心。全部在那儿呢，我很危险。哪一天他有个什么冬瓜豆腐，那我就惨了。所以不行，我要拿点过来。很多人说啊，你看美国要把晶片掏空，掏不空的啦，掏不空的啦。就算卢特尼克讲的那么难听，说我40%到50%拿到美国去，第一，你花多少时间拿过去？对。第二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难听一点，我白送给你，你接不接得下来？你接不下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没有这个人，你没有这个人，你没这能力，你没有这硬体，没这东西。第三，你美国对台湾的高阶晶片依赖度到多少？90%多少？90%。你先拿了50%，你还差多少？40%。这40%从哪里来？台湾嘛。你要不要保护台湾？你还是要保护台湾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大家逻辑得想清楚。好，那么他觉得说这样不够，这样有危险，所以我要自己弄点什么东西出来，所以还想鼓励马斯克去那种东西，鼓励黄仁勋那种东西，鼓励苏志峰那种东西，鼓励奥特曼谁去那种东西，好像都弄种东西出来。那台积电也过来吧，可以啊，过来啊，没问题。掏得空吗？掏不空的啦，是不是这样？
所以我现在说什么？我说就是，川普要自顾呢，他不能没有台湾晶片的帮忙。对。那台湾变得非常重要了，就是他国力的一部分，完全是他国力的一部分，这点就没办法的。所以他要练兵征兵之外呢，开始建军。那怎么建军呢？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的制造业落后很多了吗？所以他现在开始找寻盟国，他找友善国家来共同重新打造军队。所以跟这个日本呢去造新的飞机，跟韩国造新的军舰。然后有个小故事，你一定知道。韩国造舰能力很强，对，美国已经衰落了，所以韩国派了一批这个焊工呢到美国去，然后重新教美国怎么去焊工的这个工作。第一天，美国工人受伤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真是窝囊到家。但你就知道说这个有多重要。好，所以他跟日本做这个事情，跟韩国做的事情，他跟台湾做什么？当时还没宣布，我已经猜到了，一定跟台湾合作无人机跟无人舰。是不是这样？现在这样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些呢是他现在要重建他的基础工业跟军工工业所必须合作的对象，跟必须走的方向。那最后就是他建立同盟。其实他现在没有建新的同盟，他只是强化原有同盟。第一个就是美日同盟，第二就是美韩同盟。当然，他现在对李在明有点意见，这个对我们看将来怎么收拾。第三呢，在拜登时代打造了澳英美同盟，然后他现在强化它。然后他现在去强化的是美非同盟，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跟越南重建同盟？因为他需要金兰湾，他需要南海。对，会不会跟越南重建同盟？这我们不知道，这我们可以观察。然后这样之外呢，他把北约拉进来了，虽然现在两个有点不太愉快，但把北约拉进来了。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讲一下，北约这几年每一年针对台海呢讲的话越讲越重，而且船越来越多。对，船越来越多。那时候不是讲了吗？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你看看，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，2000多年来，这个意大利人什么时候关心过台湾海峡？没有，这次派了这个航空母舰舰队过来了，这2000多年来第一次啊。然后欧盟很多国家派船过来了，还有2个呢，又是同盟又不是同盟的，一个叫四方个会谈，一个叫五眼联盟。所以换句话说。美国真的觉得中共威胁很大，所以把能找来家伙统统找来了。至于说能起多大作用，能帮到多少忙还不知道，但有总比没有好。好，那您刚刚提到说大国在这个竞争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自顾，我要自强。您刚刚提到就是，我开始增加这个我的国家的竞争力，增加我的这个经济的能力，增加我的军队，增加我的同盟。那我如果要，但另外就是我要削弱中国啊，对，我要削弱中国的实力啊。那现在削弱中国实力的这个部分，美国怎么做了？这我们这1年多来看到关税战，可是上一次关税战已经开始了，对不对？2018年、19年关税战已经开始了。那时候我跟几个朋友来往比较密切，我们就看了半天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川普一直在讲说要平衡关税，然后我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税呢，逆差太大了，跟香港加起来呢5、6千亿，这还受得了吗？所以一定要想要搬回来。所以当时我们对川普有点低估他。我们认为说他就是想平衡贸易逆差，只有这样子我们以为就是这样，结果他打的第一个关税对象的是墨西哥，因为我们说你不是觉得说中共威胁最大吗？怎么先打墨西哥呢？墨西哥不是你小老弟吗？怎么打他干什么呢？而且你有北美关税联盟。对啊，后来我们想通了，我要练练兵，找一个好欺负的家伙欺负看看，然后看会怎么样。看懂了之后才打中共。然后开始打中共的时候，我们说中共不会轻易就范。然后当时我们就讲啊，这个我们真的白纸黑字写出来，我很快说一下过程。所以后来我们讲，我说第一呢，中共不会轻易认输，中共一定会假装认真打，打到最后呢，逼签一个协议出来，但是呢，我不会落实。后来真的就这样，真的就这样。该买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不该做什么，我还是不做。然后最后这样，所以最后我们统计出来，上一次的贸易协定，美中贸易协定签出来之后，中共落实率是多少？58%。58%，几乎一半。一半多一点点，对，一半多一点，比原来的还少一点点，因为原来他跟美国买了差不多到3000多亿，到最后这次买那次买还才2000多亿，比原来还少一点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美国看准了，你是这样玩的，所以这次呢我要不一样。
那这次我们打关税要打重一点，我不但直接打你打得很重，现在不是40%几吗？居然还有台湾人说，那我们要重谈。我说你要谈到40几吗？你现在10%几你不高兴啊？你要谈到40几你不过瘾啊？皮痒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所以打对等关税，那光打你也不行，因为美国想通了，因为我不是说了吗？上次川普选输是好事情，他继续连任反而不好。他不是选输一次吗？下去4年吗？那为什么这比较好呢？第一，他生气4年，天天在家想说谁谁谁对我不起，保洁骂我2次，然后谁谁谁骂我1次，每一次我都记下来，每天都记。然后这名单里面都有中国。将来我一定要来报仇，对不对？第二就是上次我中共是怎么打我的，我下次怎么对付他，我有一个写出来。对，好好反省。他想了4年，真的这样。所以回来，你记得他回白宫第一天，他签了多少个行政命令？对，签了多少个？100多个。第一天，你不要说别的，你有没有一天签字签100多次？当然没有，没有，我签过，那个后来手是发麻的，他是练过的，所以他想说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签100多个行政命令，干什么呢？我把我要做的事情很快推出来。对，所以后来我们想说，他一定有后招。4月多推出了这个对等关税，我把那清单看完，我说是这样子玩的，所以中共打得很重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晓得了。再打谁呢？打加拿大跟墨西哥打得很重，然后打东南亚各国打得很重。我们把那名单看看，为什么呢？打洗产地，打洗产地。中共借着地方来洗产地，然后贴标签，然后直接就卖进去，赚了很多钱，被美国看懂了。我不但直接卡中共，我连你洗产地的我通通卡。就卡中共没有用，我卡你洗产地的地方。卡洗产地才能彻底削弱你的经济实力。因为作为一个大国来说，中共对于出口的依赖是非常重的，而且中共不但对出口依赖的比例很高，它在这个依赖当中对美国的依赖特别高。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听你就知道了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它每赚100块钱，有91块8从美国赚来，这么高。2018年，现在它不断的削减对美国的依赖度，大概每赚100块钱。大概还有70块、60几块到70块从美国那边赚来，你觉得他对美国依赖高不高？当然高，对不对？这样讲很清楚了。可他现在不是美国已经降低他的这个所谓的进口，还有这么高？还有这么高？透过各地区还有这么高，也就是洗产地你再怎么打呢，还打不干净。这2天不是抓了那个哪边的高管吗？对，那个哪美超微，美超微的高管，然后说要这样子去把一些高阶的什么晶片、什么东西晶片或什么卖过去了。那个多大的数字？数十亿美元，对，25亿美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说那个漏洞很多，你很难抓。但是呢，我这样打完之后，至少大宗的没有了，这样就大幅削弱你经济实力。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没太注意，他把一些中国大陆企业呢赶出华尔街，你不能再捞钱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什么呢？中共不是倾销吗？用各种办法倾销多国吗？我跟欧洲讲，跟加拿大讲什么？你们大家都打倾销哈，你们不打倾销我就打你啊！好，大家开始打倾销，现在开始动手打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最后的效果还没有出来，但是现在开始削弱中共的经济跟财政实力，这个效果已经开始发生，已经开始看到的。好，那您刚才提到说，中国你讲美国也要自顾，那我就要打你，到这个你刚刚讲那个是个镜子，那是一个相对的。相对来讲，我要提升我的财政，我要提升我的军力。同样的，我也要压制中国的财政，我也要压制中国的军力。特别是中国在进入 WTO 之后，他真是赚全世界的钱，他变成全世界的工厂，他真的变得非常有钱。那有钱了以后呢，他就打造了一个全世界非常强的军队。他也号称说，现在全世界下饺子最多的就是中国，他现在的火箭军发展最多的，但是核子武器增加最多的也是中国。对，那我怎么办法？我把你财政，的军事。不怎么去压制，他这部分已经开始在做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如果削弱你的财政能力的话呢，你就没有这么多钱去打造军队，对，去建海军，那也没这么多钱呢去帮助其他国家来骚扰我，所以削弱中国大陆的外贸能力，就削弱中国大陆经济，削弱中国大陆经济呢，就削弱它财政，这是一步步这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4年的生气不是白生的了，他是这么简单。他每天在家里，他每天在家里生气。
你知道我猜他如果有写日记习惯，那4年他是写的最多的。他有很多事情可以生气，可以去写。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引诱军备竞赛。引诱军备竞赛，就雷根干的事情，就是当年雷根干的事情。雷根那时候没有 PowerPoint， 你还记得？他在白宫是用挂图的方式去弄。我们都说呢，雷根那一次是应该得那个奥斯卡奖。他在这个好莱坞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说我演的是小角色，所以没得奖。那一次他在讲那个叫做星际大战的时候，星战计划，他真的应该得奖。他很认真的、很严肃的、很诚恳的，一张都跟你讲这样讲，然后拿那个教鞭指着我们这样子，他如果这样飞过来，我们这样打下去；这样飞我们这样打，这样飞我们打下去。我们用什么打呢？用雷射光打。他讲是哪一年？1982年。现在是哪一年？2026年，44年过去，请问美国有没有这么厉害的雷射武器？到现在没有，没有。但他就是唬着苏联一愣，觉得你有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开始跟你军备竞赛。所以他那是演技是第一流的。美国信不信我不知道，苏联相信了，相信之后就开始进行军备竞赛。所以今天美国跟中共搞的呢，也是军备竞赛，这都是公开秘密了。军备竞赛另外一层就是这个 AI 竞赛。跟这个高阶晶片竞赛，这些都包含在里面，谁晓得做不做得出来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丢钱下去。对，我觉得我经济实力比你雄厚，丢了之后可能你先死。对，他是赌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是财政的部分。所以一旦这个搞了军备竞赛部分，削弱财政之后呢，也会削弱他的军事实力。所以层层来看。那么我美国除了这样做之外呢，可能消耗你消耗的不够快，我要消耗再快一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来军演，我来军演。一方面就是我真的也练练我的军队，二方面就是我在里面整天到晚秀肌肉、秀大象漫步什么等等，你也得出来，你一出来就耗油啊，耗什么耗钱了等等。所以当然我们很生气说中共飞机天天来，当时我想想来也不错了，耗你的油，耗你的钱，然后。你飞机回去也要维修，对，所以回去要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就是我要从内部削弱你的军队，怎么削弱你呢？我削弱你的士气，我把你的核子武器呢，跟整个核子计划我公布出来。前几年，他空军大学那个研究所不是公布了一个200多页书吗？太空军的，把太空军的各种什么都弄出来。你在这地方有基地，那边有什么东西什么等等，我全部弄出来。然后每一层的指挥官呢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什么我都弄出来。还有什么呢？你的这个核弹头储存什么样，我给你弄出来。还有什么呢？你的伙房在哪里？我帮你弄出来。伙房都有。你的送餐的路线我都帮你弄出来。那等于说我有个人在那边盯着。你觉得中共看完之后会怎么样？我当然会吓死了。那我们当时说的，第一，习近平怀疑有人泄密，对，有人泄密，好，我得清理一下。所以后来火箭军全国端，对，到现在为止，4任火箭军的司令员，然后2到3任的政委全部滚蛋。那么火箭军变成被打击最重的一个军种。那时候我讲，我说打完之后，中国一定要发射飞弹。为什么？我证明我飞弹还能用，对，我证明火箭军还能用，他果然发射飞弹。所以在裴洛西来的时候，对，所以这次搞了几次，好，那是第一个。最近又把核武又弹出来了，你核弹头摆哪里？这次我们知道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事情，中共的核子武器是分几条，它叫什么呢？叫分门别类的放，也就是它弹头跟火箭弹头放在这里，载体放这里，然后燃料放这里，然后什么放这里，好，这样。那很简单，我只要打掉一个就行了。是，我只要打掉一个。而且你要整合都要花很多时间。对，而且我们这次看美国炸伊朗炸了2次之后，发现一件事情：美国打到地底下的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它钻地可以打到60到100公尺。对，即便你是强固掩体，我都能打下去，这很可怕。你觉得中共的现在这些核武器，它的这个掩体大概到什么地步？它至少不会比伊朗更强吧？就算你差不多的话，我打得到你。对啊，除非你再往下再挖几层，再挖下去就到18层地狱了。这个应该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那第2块，第3块，前2年在这个拜登最后几个月的时候，苏立文跑到大陆去了，然后指名见张又侠。
当时我们非常惊讶，我们说你怎么会这样干呢？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那我们想说张耀霞会不会出来？出来了，然后红光满面，哇，这个满脸堆笑接见苏立文，然后指手画脚讲说好像，哎，我们说张耀霞讲话很怪，那怪在哪里呢？他像总书记。他讲话像总书记，满面红光，然后这个脸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然后指天画地这样讲，然后苏立文很客气旁边听，我们是在干什么呀？如果说所以很多人就说啊，张耀霞要夺权啦什么等等，我们说另外可能就是会不会招妓，会不会招妓？那最后现在张耀霞被整掉了，所以现在回头看看，这有点印证了我们当时另外一个很遥远的猜测。我们说美国是在玩反间计，你叫朱立伦去当反间，这个在读《三国演义》读多，你就晓得有这种事儿嘛。蒋干不就中了反间计吗？所以张幼霞的最大的罪名就是违反军委会主席制。对，可是当时我们讲说，张幼霞，你如果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，你应该不要这样做的，你应该这个请示这个习近平说，哎，他要见我，这个事情不太对，老大，要不这样，你见他，我陪着看就好了嘛。我不要自己讲了，这个现在不好啦，对不对？话说回来，张耀霞如果那时候太有把握的话，他就自己去见，所以见完就说是下葬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就算他不是有意要弄反间计，至少张耀霞被处理掉了。对，好，这是第3块。第4块就是我破坏你内部团结啊。我们不是讲说要破坏君臣的关系，破坏军民关系，破坏文武关系，那用什么办法呢？哎，我来招降。CIA 最近不是发布了几部华语影片吗？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，有暗网什么等等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个上网去看这个人数呢，有千万人。然后中高层比例特别高，因为他们翻墙容易，别人翻墙不容易，一般人看不到，这人看到了。现在问题是，然后天津的超算中心的资料就露出来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。有多少人真的去报名了？但是我们还不知道。不过总而言之，就是如果 viewer 数这么高的话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所以你觉得中共现在内部的团结跟士气是被破坏了？当然。就话这样说啊，就算没有被破坏的话，对，你觉得老大会不会疑心？当然会疑心。老大会疑心。从中国2000多年这个2-3千年的历史上面做到最高位的时候呢，他都很担心。我担心我老婆，我担心我儿子，我担心我弟弟，我担心我底下这属下。我看每一个人都觉得目露凶光。你觉得他会不会？会，他可能会。那所以很妙的一个讯息就是，美国的情报部就弄了一个讯息，叫2027年，本来是说那是一个戴维斯窗口，2027年会犯台，他说没有了，现在不用担心了，中国2027年不会犯台，就代表我已经把你中国搞得一锅粥，弄得乱七八糟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犯台了。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以美国现在看起来，大概中共现在想打台湾这个概率是大幅下降。其实我以前一直讲，我说。中共除非不理性，他如果仔细理性计算的话，他晓得打台湾的风险非常高。对，因为美国跟日本呢会直接插手。其实1-2年前我还跟日本一些比较高阶官员在谈这件事情。我说，如果你有一天看见中共有一枚飞弹直接打向台湾，那并不是台海战争。他怎么会？我说，如果第一颗飞弹打向冲绳，那可能是台海战争。他当时很不能接受，我就想到结婚回来想说，你讲有点道理。我说对，我们就看第一个飞弹打哪里。如果是打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或美日军的基地，那就会是台海战争，把驰援的部队先打掉。对。那如果说打台湾的话，那恐怕还不是真的台海战争。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，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？每周3、4晚间6点独家上线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，听听宝洁怎么说。